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2月8日，星期六，又是一个周末啊，一周很快的又过去了。昨晚睡得也很晚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春天的关系，今天起来也没觉得人很倦啊，然后跑出来透透空气啊，感觉一天还是很美好的啊。就每天你的心情很重要啊。我觉得一天如果你一早起来啊，你觉得这个神清气爽，人很舒服，对吧？你这个一天，不管你干什么事情啊，不管是你的心情，还是这个你做事的效率啊，都会提高很多。如果这个一早起来人就感觉浑浑噩噩的各种不对劲啊，你这个一天就会很不顺啊，感觉有的人觉得这个是什么磁场是吧？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道理啊。所以那个过去古代人他们打坐啊，什么练气啊，那种气功之类的都是在这个一大早或者说什么凌晨，对吧？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开始主要也就是一早他能够决定一天的这个气啊。现在的运动健身的像这些在海边漫步的人，他们也是的海边跑步的人，他们也是的。就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一点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跑了也是这种就是想在一天就给自己好的这种感觉。这两天呢，有朋友就问我他说这个西班牙的自雇移民是什么他说他看到很多那个中介在网上发布什么只要几万块钱存款就能够办理这个西班牙的自雇移民只要你是什么设计师什么艺术家呀，或者说什么经营一些小生意的就可以办。他说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事儿？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每个国家其实它都有一个自雇移民，对吧？自雇移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像个体户就是你自己雇佣你自己，就你自己付给你自己工资，你自己做老板，对吧？自由职业，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西班牙的自雇移民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里开个饭店你在这里做一个设计师，你做一个这个自由职业，对吧？你当翻译什么都可以，这个他不管但是呢，是不是像中介说的只要你有几万块钱的存款，你就可以去就是办这个呢，然后拿到一个居留？就是说他这个是有资金要求的首先就是你必须得有满足就是2400欧元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你要支付那个社保，因为你等于自雇了嘛，你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对吧？你是要交社保的这个社保的话，就是你要支付300欧元最低一个月，然后你要有这个那个租房那这些成本其实他们都没有给你去计算如果算上这些，那其实就一年就几万欧元的成本是逃不掉的，对吧？就是你在这里生活，你一年几万欧元的这个成本是逃不掉的，并且呢，就是他这个居留批下来以后，你第一年你说你在这里，你搞一个这个签证有什么用呢？对吧？就你没有语言，你语言掌握的不好，
你这个自雇你也赚不到钱的啊。如果只是为了一张居留卡的话，那我还不如去报个语言学校呢，是吗？我报个语言学校学语言，我也可以待1年啊。那这个是最简单的，而且语言学校也可以解决你学语言的问题。就是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从学语言开始啊。所以别的那种什么吹得天花乱坠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对吧？这个都是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也不想说这个东西了，因为这个东西就其实也很简单，没什么内容，对吧？啊，我说一说这个，还是说一下投资理财吧啊，因为最近咨询我的朋友呢，这个关心投资理财的这个事情很多啊，有一部分呢是海外的移民啊，因为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的，那么在海外啊，就是可能曾经在国内啊，或者说曾经是自己做生意的啊，要不就是中产，对吧？那么到了海外呢，一下子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也很难啊。有的呢是因为就是语言掌握的不好，有的呢确实啊就是下不了手，对吧？啊，你说一个好好的一个原来那个不管是自己当老板的，还是啊做一个管理人员的，到了海外一下子去做一个这个就是完全的体力劳动者，对吧？你可能就一下子下不去手，再加上呢自己确实也有一些积累，有一些存款啊，所以呢就是聊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事情的人其实挺多的啊，大家也比较感兴趣。那就算是年轻人呢，就没有什么存款，没有什么积累哈。但是我觉得投资理财这个事情也同样的很重要，对吧？就我现在我40多岁啊，那如果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我要知道那个就是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我肯定也觉得很高兴，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发达啊。那我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新浪聊天室的一个聊天室，什么 BBS 论坛，对吧？啊，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这种意识的啊，就你吸取知识的方式，也很少，渠道也很少，对吧？那现在就比较方便了，也比较多元化了啊。所以就是其实在我20多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啊赚钱是很就容易的，相对现在来讲，对吧？啊，那个时候机会很多，甚至呢就是我做摄影师的那个阶段啊，一天就是去赚几千刀啊，都是没那么困难，而且就档期还是被排满啊。所以啊，就是那个时候赚来的钱啊，都花了什么地方了啊？各式各样的买什么名牌的衣物啊，然后有的就是乱花啊，或者说，这个朋友说啊，搞个什么饭店，那个朋友说搞个什么小公司的，反正就投资呗，投一点钱，对吧？啊，反正也不懂，那么这个钱就赚了。啊，乱七八糟的就花没了啊！还有就是买房也亏损过啊，就是买了一些，比如说，广告说的很好的房子啊，然后你就亏损了。但凡就是那个时候啊，多谨慎一点，多考虑一点，想想这个投资理财啊，那这个现在可能情况又不太一样了，对吧？还是坐下来聊啊。其实很多人呢，他都有这个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只不过他不知道。其实投资理财不是说啊，它就是一个高风险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你说在银行里面储蓄啊，拿利息，就是那种无风险的。或者说啊，买一个房子把它出租掉，对吧？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投资理财的这种行为啊。只是呢，就是
我们听的好像很多的东西啊，都是什么基金啊、股票啊、期货啊、外汇啊、数字货币啊，就是这种好像我们听起来觉得有一点专业的这种东西，对吧？这种呢，其实是很多产品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金融的产品，对吧？那给不同的接受这个风险等级的人去购买的就像我们去银行或者说去一些理财公司，你开一个账户，它都会让你填一个表格，是吧？就是你愿意承受怎么样的一个风险等级你愿不愿意去，比如说损失还是你不愿意去损失，对吧？一般你不愿意去损失，他就不会推荐你这种理财产品。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家去开户的时候就是要重视这些东西，不管你是就会不会去购买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呢，越早培养这种投资理财的意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它是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常识就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大 S 他在这个日本得了这个流感，然后去世了。虽然说呢有很多人会说他的命运不好，对吧？什么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我觉得长期以来我觉得对流感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种常识就是不足。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流感就是一个感冒，对吧？只不过很多人得了这个感冒，就叫流行性感冒其实完全不是的想一想，这个在西班牙过去流行的一个什么大流感，对吧？当时夺去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所以欧美国家的人他们会什么呢？会这个打这种流感疫苗或者说他们一旦就是得了这个流感，他们会非常注意不管是看医生、吃药还是休息，对吧？他都会就充分的去很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很多人就是说，就感觉不就是感冒吗？感冒其实就我觉得整个像中国文化或者说亚洲文化的里面，其实是你着凉了，对吧？什么伤寒，对吧？你是受凉了我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感冒。但是这个禽流感不是禽流感，这个流感它不是，它是一种病毒就是一种可能有不同的病毒，对吧？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有可能你就会不好，对吧？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在理财这个投资生活当中，就像我过去我没有什么理财的经验，我也没什么投资的经验，那么我看到广告营销什么让我去买一些什么商铺买一些这种什么投资房那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生意朋友说这个挺好的，大家一起合伙开个什么东西，可能我又去投资了那我并没有一套就是我自己去看待这个东西的一种方式这个我觉得也是像我们这种单一技术工种我觉得我们这种就像单一技术工种，对吧？你说我们搞这种摄影的，或者说像什么搞理发的、搞厨师的或者说什么工程师，对吧？就是你反正就是你对你自己的专业可能领域你很了解你要问我什么相机拍出照片好看什么镜头几几年产的，它有什么风格或者说摄影行业未来什么趋势这种我肯定会我就娓娓道来，对吧？会有我自己的很多的看法。但是你说这个金融理财方面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间、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我是不了解的所以那个张爱玲我们熟悉的这个作家张爱玲，她有一句名言嘛，叫成名要趁早，对吧？但是张爱玲其实她成名很早她后来也去了美国但是呢，就是他应该我认为他也没有什么理财的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知识，对吧？所以就是你看啊，他比起什么很多人啊，什么像什么徐志摩的前妻啊，或者说这个张学良的什么前妻之类的啊，就是那些人后来都从商了啊，都是有丰富的这个投资理财的这种意识吧，或者说啊，但是同样的，对吧？在我们感觉里面，好像他们都是有一样的知名度的名人啊，但是每个人到了晚年，到了后面啊，这个际遇就很不一样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有几个好处啊，或者说有一些误区，我们要去讲一讲。首先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啊，它很丰富我的视野啊。就比如说我们铺天盖地的，我们会去看很多新闻，对吧？但是这个市场上，它会有很多假的新闻，有很多真的新闻，或者说有很多传言啊，有些东西你也不知道。但是呢，往往就是在这个像你去打开一个股票软件啊，它里面经常会跳出来很多这种财经类的新闻，是吧？那这些内容呢，它往往是比较可靠的啊，就是说关于一些大的公司的，比如说谁谁谁哪个公司要投资，比如说那丰田公司啊，它要在上海又建一个那个电车这个厂，对吧？或者特斯拉它要在上海建一个什么厂，这种新闻往往就是在这个里面，它是比很多你在什么论坛啊、什么或者一些小报啊，你看来的这种渠道要真实很多。那么这个呢，就让你就是能够了解当下的一些环境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能够积累就是你对钱的这种敏感度啊。因为比如说你过去就是确实就是你到了社会上，对吧？你赚了一些钱，就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并不知道就是说这个钱我会去用向什么地方。我过去经常说啊，就是要是我能够，比如说中个彩票啊，或者说我要是有一大笔钱就好了啊。但是这些年我就发现，其实这些钱就算给了我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的，对吧？可能就是不停的消费啊，买这个买那个。但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来看，很多人尤其是什么中彩票的什么这些人啊，他们往往都是中了大额的彩票，然后后面就几年里面就把钱都挥霍完了，然后最后还欠了一屁股债，可能他生活过得还不如他之前没有中彩票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对钱的这种掌控力，对吧？它是比较薄弱的啊。那就像现在啊，我就不会这样，我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需要去消费的啊，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是不值得去消费的啊，我都会去很慎重的去看待每一个消费，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在等着你啊，等着你去投资啊。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有人他反驳我啊，他说你之前说什么上一个视频，你说什么比特币要跌到5万块钱，然后黄金2800你说要跌什么？你有没有什么依据？还是你就张口乱说，是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前面说了一个，就是说观察，就是日常当中金融类型的这种新闻呢，会可能对你有帮助，对吧？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去具体的就是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不观察这些新闻，只能错过就错过了。比特币会跌到5万美元，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特币我的意思是，它跌到5万美元我才会去入手它不一定会跌到5万美元，对吧？但是我认为它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就有一个新闻在最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有一个国家，对吧？他是说他拿那个比特币作为他的那个就是储备啊，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通用货币，叫萨尔瓦多好像是啊。这个国家呢，它其实前几年啊，在比特币只有就5、6万吧，好像他就开始这么说了啊。然后他购买了大量的比特币，他增持了很多。那如果说按照比特币现有的量来讲，他手里拿的比特币其实不少的啊，不少的。那么这个国家呢，它通过像比特币，作为这个国家的那个通用货币是吧？然后呢，它还出了很多政策啊，比如说那个吸引很多投资移民啊，这种投资移民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比特币啊，有多少多少财产啊，你就可以过来移民啊，然后过来买房啊什么。那总之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在比特币过去只有5、6万美元的时候呢，它大大的赚了很多钱啊，就这个国家就是靠这个比特币吧。那么现在那么在比特币10万美元的时候啊，他突然出来说，他说我就是不再用比特币作为我这个储备货币了，对吧？那么一般来说，全世界通用的是什么？全世界通用的是美元，对吧？就比特币的诞生其实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就挑战美元或者说挑战这个国家的一个就真实的货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它在比特币现在更高的这个价值的时候，突然他站出来说，他说我打算就是不再使用比特币作为这个国家的货币了。那这是什么？他肯定就是他又重新去拥抱美元了，对吧？那么有可能呢，他可能就是美国现任的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对吧？他的这个新的一个班子那是不是会给他一些利好怎么样的一种合作总之肯定是有好处的，对吧？因为这种其实是一种支持美元的动作。那么这算不算一个对比特币来讲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呢，对吧？那有可能这种事情是要发酵一段时间的那随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后面可能还会更多，对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它的这个方向它会逐渐的呢，就是说走向下跌的这个路上，对吧？当然了，不是说一个新闻或者说一件事件就能导致一个就行情就走出来我就是说这只是一种，就是你要去细微的观察，对吧？那就算它不跌，那起码它养成了一种我观察的一种习惯那么再说这个黄金他说2800什么做多2800我做多看到3000什么的，这些人他就有一种反对的理论，对吧？其实是这样的，现在这个黄金它在于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历史的新高的价格，对吧？那么不断的创新高肯定是要有理由的嘛，就是我们肯定会觉得会有理由，对吧？那每次现在就是黄金创到很高呢，我们往往会看到2个理由在外面一个是什么？就是中国什么这些国家，它不断的去增持黄金，是吧？或者说呢，就是就是这个什么川普总统什么搞贸易战什么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黄金又作为避险的因素什么上涨了。我过去就是我对这些理由呢，我都是半信半疑的态度相信呢，因为他们毕竟就这么发出来了，对吧？就你觉得好像原来是这样的。那么怀疑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懂，就是具体到底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我并不是特别理解，对吧？那现在我会去这样思考这个问题就比如说，那
黄金为什么它大幅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就如果今天突然黄金下跌了，可是市场上不是中国这些国家都在增持黄金吗？那为什么黄金又要下跌呢？就是有很多时间你会看到啊，突然出来一个什么新闻，爆炸性的，然后突然说啊什么避险货币，大家由于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大家开始又把手中的黄金给抛售了啊。可是事实上不是每个季度中国比如说都在不停的增持黄金吗？那为什么市场上又会突然间啊因为一个什么消息又有很多人去抛售？那谁在抛售呢？对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一种，就是一种运作啊，就是你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的价格越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意味着它的风险越高，对吧？就是说，你从最简单的道理，买卖的道理来讲，买肯定是买价格低的，卖肯定是卖价格高的时候，对吧？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上它会有很多先来后到的人啊，这个黄金可能很便宜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关注到这个东西，等到黄金它涨到2800了，就像比特币10万美元了，你一听啊，你再看看它过去涨了那么多，我为什么不进去买，对吧？就比特币在可以换披萨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买，谁会去买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就人的这种思维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呢，这种呢也是一种就是意识啊。那么所有的啊，就是投资很成功的人，对吧？你比如说像什么巴菲特什么的，他们都坚持什么？就是在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价值很低的时候啊，他去花这个精力去研究，他觉得这个东西未来有机会，是吧？他就埋伏进去啊。就像这个天然气，这个2杯做多天然气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其实我不懂天然气，我也不懂什么天气变冷、天气变暖的问题啊。我就在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天然气的价格已经跌得离谱了。就是在去年的那个夏天还是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天然气已经跌得离谱了，对吧？就是它历史高位是在什么地方？它的历史低位啊，就是现在是个非常历史低位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啊，就是在这个低位的时候，我就会买进去啊，我就觉得它未来会有上涨的趋势，对吧？那果然啊，虽然是这个周期也有个大半年啊，但是它就持续的涨起来了。包括有很多，我记得那个去年有一个朋友啊，是个香港人，他一直也是投资吧，就亏钱，他一直是投资亏那个什么东西啊，他是就是在一个这个平台上做那个黄金啊什么的这种杠杆性的产品，他就亏损了。亏了呢，这个人也是一个工薪阶层吧，对吧？虽然是在香港啊，收入也不低，但是香港的这个消耗也挺大的啊。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投资的一个什么群里面认识的。然后呢，他就是看我平时说的一些内容啊，他就觉得呢，希望我能帮他，就是赚一点钱。那么我当时呢，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些小的意见，对吧？那么他也赚了一些啊，那都是短期的，对吧？比如说这个黄金这2天会不会涨，会不会什么跌啊什么的。那稍微我这个经验肯定比他们这种完全都不懂的肯定要好一点嘛，对吧？所以他也赚了一点。赚了点以后呢，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东西，我说你新手，我说你尽量不要去把大的资金啊去用在这种杠杆性的产品上面。我一直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风险很高，对吧？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是这个行情会怎么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没人100%知道啊，就是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做不到100%啊，然后你又压上就是杠杆，对吧？就你不上杠杆的时候，你如果亏损啊，你亏10%，你就是你本金的10%。你上10倍杠杆，你亏10%，就等于你100%就亏完了，对不对？更何况什么30倍、50倍、100倍啊，那你的成功概率有多少，是吧？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啊。那么我就跟他说了，我也给他推荐了几个股票，对吧？什么星巴克啊，还有那个露露，就是卖那个瑜伽服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
万豪酒店，反正好几个，我看了一下，也都是比较稳扎稳打的那些股票，对吧？我说在那个位置都是在就是一个很低的位置，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坑位啊。我说你买进去，这个20%的利润肯定是有的。那么后来呢，他也就买了呢，现在呢，确实对吧？他也赚了不少。虽然你跟那个什么每天，一天就能赚多少的这种杠杆性的东西，就是不能比，对吧？我不反对这个啊，我也看到就是这些产品，我自己也操作，对吧？但是我觉得呢，就是那个东西它的风险很高，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投资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啊，就是你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你一定要分散投资啊，哪怕你有100%的机会，100%的把握，你也不要这么做，对吧？因为人，比如说你突然间生病了，这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谁能保证自己突然间不生病？如果你突然间生病了，你下了单子怎么办？有可能因为杠杆原因你就爆仓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千万不能去，就是把所有的资金投在一个产品上，对吧？然后你也不能就是，尤其是这种风险高的产品上啊。那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投资理财可以慢慢来啊，先从这个就是储蓄啊，从这个一些低风险的，对吧？什么 ETF 啊，一些这种低风险的事情上慢慢来，对吧？高杠杆的啊，可以拿一些小的资金去尝试一下，是吧？就培养自己的心跳啊，就面对这个市场。因为高杠杆可以让你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市场的无情，是吧？就是你突然间啊，一下子波动了啊，一下子你爆仓了，或者一下子你亏损了啊，你就感觉这个市场是无情啊，你就能感到这个市场你需要敬畏啊。只有真正敬畏这个市场啊，真正就是过了这道关的人啊，我觉得你的情况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好吧，那我今天就随便闲聊到这里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反正这就是我自己日常当中的一些心得啊，跟大家分享。我还会跟大家继续保持分享的，好吗？谢谢。